好，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被炸了嘛哈，本来呢要举办一个葬礼，3月4号啊，但是呢突然说改期了，延期，为什么？说因为人潮空前的多，我也相信人会很多哦，去这个因为神权加上这个政治哈，这两就是宗教跟政治，他们以前有专家也这个分析过，对宗教狂热的人通常也是对政治狂人。对政治狂人，他的本质也可能是对宗教狂人。如果这两个就变成神权国家，宗教跟是绑在一起哈，相信人潮会空前。而且你美国总不能去炸这些人吧，对不对？但是你总要是继任的这个继承者哦，领袖，就这些高官总要在那边这个举行仪式吧？会不会被美国一锅都给你杀了，再给你轰炸掉，都有相当有可能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到底为什么？是说因为人太多，没有办法，怕到时候现场很混乱，没有办法来这个服务这些人哦，来引导这些人，还是真的怕被一锅煮了哦？到底怎么回事啊？那美国、以色列都在警告说，你们敢给我推他的继任人选哈，我把你们暗杀掉，再暗杀掉，我能杀掉哈米尼，其他人我也可以暗杀掉哦，都可以暗杀掉哦。那他不是讲吗？在所有路口的监视器都。接到的影像都传到以色列去，哦，然后以色列情治机构给你分析，就知道说你到路怎么走，到哪里去，你的作息时间都给你掌控了哈。那伊朗说，你不要光想叫我政权更迭，哦，我换人再换人，我要攻击你以色列核设施，你以色列有核设施，你不准我有核设施，你有核设施，我把你核设施给你炸了哦。哇，看起来这个冲突可能会扩大啊，冲突升温。哈米尼生前说，只要有方案了，说他就要打一场长期的，而且扩展到全中东的战争，管你什么旅馆啊、机场啊、基地啊、大使馆啊，都跟你打，而且到处打哦。而且呢，他们说哦，你不要说把我们的指挥官哦，你以为说把那个政治领袖哈米尼杀了算了，我有4层在后面等着。你如果是把我们的指挥官打了，每个指挥官都有3个继任者。所以不会出现指挥真空，就军事强人呢，后面都有3个，比如说什么这个长那个长哦，后面都有3个，政治上有4个哦，等在那个地方，杀不胜杀哦，你杀了以后，后面还有千万个人等着被杀啊，所以呢，中东战争会不会陷入泥淖里面呢？川普的幕僚很担心，再搞下去，期中选举怎么办呢？哦，你看股市掉那么多，昨天一传出来，昨天只要传出来说可能伊朗说要和谈，哇，立刻就大涨。我觉得大家期待和平，就反对战争那个心情多么殷切哈。那所以呢，这个说怕期中选举会选不好，《纽约时报》说川普是凭直觉对伊朗开战的，所以呢，他直觉，所以可能当时没想清楚进场出场的策略。我常常讲很多次了。进是很容易的，进场非常容易，出场非常困难的。俄罗斯打乌克兰很容易的，真的要出场也不是那么容易哦。不要讲别的，结婚是很容易的，到法院去公证就，你要离婚看看你容不容易，起码100倍的困难哦。公司要成立非常容易，经济部登下查明没有冲突就成立了。你公司要停要解散要清算要查你有没有欠税，查你一大堆，那个很麻烦的。所以呢，你川普进去是很容易啊，出来怎么出来？哦，所以呢，恐怕没有完整的策略。白宫的发言人今天还讲说，川普感觉伊朗要打我们，感觉没有证据啊。川普感觉伊朗会进攻美国，所以要先发制人啊、哦。现在对于川普为什么要打伊朗，已经有很多种不同的讲法了，变来变去啊。那另外呢，这个伊朗是不是有秘密向美国求和？说第2天情治单位就说要求和了。《纽约时报》说，真的还假的？美国希望塑造或是能接受什么样的伊朗政府？如果要求和，你要跟什么人和？你希望伊朗变成什么样子？你现在打了人，把人都杀掉了，你希望将来怎样？哦，刚刚讲嘛，昨天一传出来伊朗想谈和，比特币一度就强涨超过5%，美股也大涨。美元反而走跌了，因为战争美元才会涨嘛。那一和平，美元就没有那么强了哈。金昨天也跌了哦。那伊朗否认说哪有这种事情，我们哪有跟你和，没有这事情哦。说呢，
驳斥有关报道，说这是谎言，是战争时期的心理战的这个操作哦。那另外又传出来，川普跟库德族的领袖来通话，跟东库德斯坦地区的罗杰拉特领导人叫做穆斯塔法西吉里通电话，说看看能不能这个煽动库德族的领袖在伊朗的西部搞武装的这个叛乱。哦，在伊朗西部区，在内部，在敌人内部堡垒内部攻击堡垒啊。那另外呢，到底会不会说库德他们放消息说呢，美国跟以色列用战机开路，把伊朗的这些堡垒啊、边境的堡垒统统打坏了？为什么让库德族向西能够推进，让库德族往前面走哈？那这样的话呢，在内部就造成你的动乱了。来，蓝轩。刚才这个赵先生做比喻说这个结婚容易离婚难，我刚刚不小心就笑了，因为王定宇离婚还蛮快的，而且他离婚结婚好像没什么差别。OK， 好，我们刚才讲这个伊朗的状况了哦，那我觉得坦白说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川普的，就是从军事行动看，从政治行动看，然后从这个相关的经济的效应来看的话呢，其实这3个层面都可以去看有关于目前美以所发动的这个伊朗的战争。那对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军事强权。坦白讲，它就算赢了，它也就是合理的，大家想象中一定会赢。所以呢，它其实如果赢得不好看的话呢，就是一场输。但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我认为政治上面它几乎已经输定了哦。所以呢，到现在看起来的话呢，简单说，这个战要结束还早得很。所以呢，从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反反复复、闪闪烁烁。刚刚赵先生有特别提到说，这个他到底是当初为什么要打，而且呢，打多久可以打得下来？一开始说速战速决，后来说呢4周5周，现在说8周，现在的赫格赛斯说要8周才打得完。那但是他们都很会吹牛哦，这个就是这个刚才向荣说这个吹牛比赛冠军，不止的赫格赛斯，赫格赛斯也不过是跟这个川普学而已，川普也很会吹牛哦，明明是满分10分，他讲15分。实际上卢比欧也是啊，卢比欧说哇，我们现在呢打得正上手的哦，这个请出蒋介石之后呢，会更厉害。所以重点在于说呢，你厉不厉害，终究如果你就算赢，或许是赢，但是的话呢，你花多久的时间可以赢？你1个礼拜可能赢，1个月就未必了。2个月，我觉得对于这个川普来说的话呢，压力就非常大。那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看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伊朗这一次就要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台湾非常常在讲不对称战争怎么打，我就应该施法一下这个伊朗。伊朗明明知道就军力来看的话呢，我铁定打不赢你的啦。那所以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我想办法让这个战争的风险外扩。所以呢，我就打我的邻居里面的话呢，这个尤其先打美军基地，美军基地打你机场，打你港口，打你炼油设施，连淡水。从这个海水化成淡水，我也打，让你最后呢水没有电没有，所以它就让这个战事外扩，所有的国家都承担风险。重点是，我觉得这部分必须要去思考的是，对美国来说，他在关税战的时候，他已经得罪了很多他过去亲密的战友欧洲了，大家就觉得说呢，我跟你好的这个样子，结果呢，你对我无差别的攻击。那现在的话呢，对中东的这些国家来看，我看最新的有一个是那个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中东的教授，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的这件事情凸显出来的是中东国家，美国的盟友也会想，你的基地放我国家，过去的话呢，印象中是你要来保护我，结果的话呢，我现在被打，你有来保护我啊？没有。就我的基地在的话呢，我反而被打，就是说你反而呢，当初以为是保护的，现在反而成为攻击的对象。所以对于中东的国家来看，现在也在想说，那到底是怎么样了？我今天呢，我觉得这是伊朗的战略啦，就我让你觉得说美国不再会保护你，所以你当他朋友呢，其实未必是一件好事，搞不好虽然不见得要当敌人啦哦，但是的话呢，你当他的好朋友，绝对不见得是对你来说是有利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让你的整个的美国的在国际世界当中的一些形象也好，你的盟友也好，我就出现相当程度的裂缝，所以我觉得在政治上面来说，我觉得美国的信用基本上已经破产了。那重点还在于说经济，我刚才这个赵也讲了，这个经济在过去这3天，台股已经跌了2600多点，昨天跌了1400多点，所以今天盘中虽然反弹是因为说要谈判，结果没有啊。伊朗说是假消息，没有要谈判，所以没有要谈判的话，那继续打下去，台湾可以撑多久？我们就说呢，有关于油跟气，荷姆兹海峡已经封锁了，目前当然不可能永久封锁，但是的话呢，这个日本已经跳脚了，昨天韩国已经熔断了，它的股价熔断启动熔断机制，泰国也是啊，所以呢，目前他们的依赖度高度依赖90%依赖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运输的是日本，80%的是韩国，60%的是台湾。所以台湾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政府说，哎呀，安了，3月15号以前都没事。
那请问3月15号以后呢？所以目前战争根本不可能在3月15号以前打完，所以3月10号以后怎么办？我们油怎么办？气怎么办？然后呢，我们一直说没问题，我们的电一定够，你 AI 都已经不够了，战争再来更不够。那问题还包括这个油价，还包括通膨，包括物价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伊朗就要让中东国家，或者说甚至全世界知道说，今天美国打我不是只有伊朗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事情。那反过来说，那美国就必须要去交代，那我为什么要打伊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让大家必须去深思的，到底美国为什么要打伊朗？他说到现在为止，连说辞都反反复复。先说因为核武的关系要打伊朗，后来又说因为飞弹的关系要打伊朗，接下来又说因为人权的关系要打伊朗。到今天，川普说了大白话，因为我想要摧毁他的政权。问题是想摧毁他的政权，所以打伊朗就摧毁不了怎么办？刚我们也讲了，目前哈米尼的次子可能会接任。那当然啦，他可能接任之后马上宣布就会成了被狙击对象，或许晚一点揭露。但总而言之，伊朗并没有因此而被打趴。反过来说，你打了伊朗的国小，今天的画面非常的触目惊心。大家如果上网去看它，你要查一个伊朗国小被炸，165个洞，165个洞里面每一个洞放一个小女生。我觉得这是到底战争到底是为什么？那更不用讲说那个伊朗的那个军舰，那个军舰今天不是被空？他说是2战以来第一次用鱼雷攻击它。它在哪里？它不在伊朗附近呢，它在斯里兰卡。伊朗在这里，斯里兰卡在这里，公海。人家不管是要逃避，或者是刚才像我们分析的话，他要是去避难，人家避难不行吗？你就要证明说你到哪里我都可以打得到你。你很伟大，我觉得就证明说好，你美国很伟大，你想打你就打，你不需要任何的理由，或者你的理由可以今天这样子，明天那样就可以打。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我觉得对川普来说，他当然可以非常得意的洋洋说，我确实斩首了哈米尼，我斩首了48个人，现在在这斩首了49个人，哈米尼一家人除了他的次子之外，全部死光光。然后这个军舰上面的人180个人死了，87个尸体被捞起来。所以我觉得战争这件事情，川普还是几个月前说想要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人，现在他是一个发动战争者。我觉得不管当初人权，像人权部分，我觉得伊朗他这个用血腥这样，我也是非常反感。但是你的理由到底有坦白讲，人血腥镇压的国家很多了啊，所以你为什么用这种方式，那么无差别的、那么大规模的殃及无辜也好，然后让全球的经济付出代价？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美国可能接下来对于川普来说，他要去思考的是，军事未必赢，政治一定输。不，川普对这个伊朗现在就是天涯海角，管你传到哪里，我要把你炸掉，哦。那我在想说，还好当时诺贝尔和平奖没有颁给他。是啊，太讽刺了。如果颁给他，他现在大开杀戒。对川普来讲，我这样拿到就好，我要管他以后怎样，那真的是太好笑了哈。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这个到底啊，现在这个。川普要怎么样鼓动库德族，希望他们能够起义，揭竿起义，推翻这个伊朗政权。我们看一下，挥舞伊朗国旗，高举已故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的画像，还抬出象征性的棺木。然而，真正的哈米尼国葬延后举行，伊朗官媒说是因为吊唁人潮过多。تشييع رمزي يعني نعتبر انه هذا فد استنكار على قوى الطغيان。哈米尼死后，传出他的二儿子穆杰塔巴将接任最高领导人，背后有着伊斯兰革命卫队、巴基斯民兵以及保守势力支持，可能比哈米尼更强硬。Our intelligence agencies are closely monitoring and looking at. The truth is, we'll have to wait and see. 1月份镇压反政府示威的军警基地已经被美军炸成废墟，还有伊朗权力中枢的总统府、司法大楼、情报总部、伊斯兰革命卫队总部，通通被摧毁殆尽。美军找上伊朗的库德族武装势力，希望牵制伊朗安全部队，让反政府的伊朗人可以揭竿起义。川普也不讳言，原本美国主义的内部人选，多数都死了。We're in a very strong position now, and their leadership is just rapidly going. Everybody that
seems to want to be a leader, they end up dead. 美以轰炸后，谁可以治理伊朗？川普没有明说。至于流亡的巴勒维王储，显然不在考虑名单。岳律师。对啊，我觉得这个有点一场闹剧啦，就是刚刚其实川普讲的，就是说原本认为可能接掌政权府的几名人士都已经在飞弹攻击中丧生，好，所以他们全部都死了，第二、第三顺位的人也都死了哈。我觉得这个有点好笑，就是说你今天以色列跟美国在发动这个攻击以前，你就是一锅粥把它全炸完了。我想川普本来心里想的是很希望像上次一样去打委内瑞拉，把这个总统抓起来，副总统接班，然后这个马上政权更替，然后接下来委内瑞拉就乖乖把原油交出来，那川普可以说我好棒，我好棒，我们美军好棒棒，这个委内瑞拉投降了，这个我们还可以派这个 Rubio 去当委内瑞拉总督。那不是这个状况嘛？显然这一次一开始就完全不是一个精准打击的情形。好，美国本来就是全世界军力最强的国家。阿富汗战争2001年10月7号开打，3个礼大概就1个月哈，11月13号就打下喀布尔，好就打下他的首都。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20号开打，3个礼拜就打下巴格达。问题是打完以后你要怎么治理？巴格达、伊拉克到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状况，那阿富汗更不要说，后来根本就是美军就败走了。好，那你现在其实伊朗这么大的国土，它有164.8万平方公里，好，你又没有一个很有强而有力的反对派。那伊朗人他其实是波斯人，61%是波斯人。你如果去赞助、资助这个少数派的库德族向东进军，你没有办法获得多数的波斯人的认同嘛？这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权。那你现在又在讲说，谁如果当这个新的这个执政者出来，我可能就把你斩首。那你要跟谁要跟你谈呢？没有人敢跟你谈，因为出来就被你砍掉，这不可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秩序啊。那美国的法律，它其实在 War Power Resolution 底下，战争权利决议下，国会是授权总统的确可以没有经过国会的授权就发动军事行动，你要在48小时之内报告。如果国会没有要求你停止，你可以搞60天，还有30天的撤军期。所以理论上，川普可以弄到3个月啊。好，会不会弄那么久？或者是我其实还是很好奇，这3个月还要怎么收场？现在看起来还是收不了场。你把伊朗炸翻一遍，那人民本来是非常希望政权更替，可是你在没有计划的情况下贸然出兵，我其实都在想，这些伊朗的反对人士心里现在一定百感交集，因为美军炸的是伊朗的小孩啊，甚至可能包括反对派的小孩，你这样乱搞一通，他们就算是希望政权更替，他怎么去支持美军跟以色列的军队呢？我实在很难想象。还会子。这个我认为刚才这个祥龙哥他有讲到，就是说，其实以目前上来看，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好，相较于这个伊朗绝对是无法这个有效的来抵抗好。所以依照目前来揭露的这些这个战争的情势，确实美伊有绝对的军事优势。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在绝对军事优势之下，那到底川普他要怎么样下台？正如刚才赵大哥讲，就是说这个进场，他现在其实已经宣布他胜利。那其实，在这一套也确实相当有说服力。那他如何下台？他有说，他希望取得的这个结果是政权要更换。那可是伊朗不会这么觉得，伊朗它是一个神学的政权，对他们来讲，打仗是神圣。这个美国的变化，我觉得其实也非常有趣，因为川普一上来不久，他其实就有跟世界讲说，他不再管大家的事情，他只 focus 在美国自己的生存议题。但也没想到，过不久他就打了这场仗。那过去大家想说是不是孤立主义回来啊，并没有。他现在讲的是说，过去外交的手段可能不足够，我们如果要更有效的，例如说要嚇阻伊朗的扩张，嚇阻其他势力的扩张，要想其他的策略、其他的方法。我们都希望国际局势是要可以被有界限的，是可以控制在和平的阶段。那当然，我们现在我觉得很重点，除了是美国的立场，中国跟这个俄罗斯
在看到伊朗战争之后，他们政策、他们的策略能不能够有效的转向，我觉得绝对会是对于未来全球的情势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好不好？昨天有传出来说，这个库德族武装部队已经攻入伊朗了哈。那伊朗说乱讲，这谎言。尤律师，你要补充？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川普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然后我觉得他其实真正应该需要担心的是，连 Fox News 这是保守派的媒体帮他做出来的这个民调，57%的民众不支持他的治国走向啊。好，他的不满意程度赢到57%，就好像是三立跟民视做出来赖清德不满意57%一样的状况，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如果连保守派的媒体做出来的民调都这么惨的时候，川普现在心里面应该是非常着急的。香龙，伊朗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公开否认的讯息，我注意了只有两条，一条就是他否认求和。他没有求和，换句话说，昨天纽约时报的那条的新闻引起了资本市场的很大的鼓舞，觉得战争是不是过了？那因此呢大涨。但是我昨天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在前一天呢，我就想说，应该有类似的消息出来了，因为美国股市已经连跌2天，川普呢从来没有让美国股市跌3天过，就跌2天他就快崩溃了。再加上昨天是全球股灾啊。韩国跌了11%，你看到所有全球的资本市场都在大崩溃，所以昨天美股开盘前的状况非常糟。如果昨天呢美股开盘糟，同时呢你没有去管它如果崩溃了之后，那美国就很麻烦了。所以我预期昨天呢川普一定又会出来呢胡言乱语，讲一些鼓舞人心的话。好，那所以呢，你看到昨天川普讲话，昨天赫格塞斯讲话，昨天 Rubio 讲话，你认为这3个要对战争负责人同一天讲话，除了战争发动的第一天，现在就好几天他们是沉默的。昨天为什么讲话？因为昨天的美国的股市绝对不能跌，如果昨天呢再大跌的话呢，就完了。好，那但是呢，伊朗的否认说呢没有，我也认为伊朗没有，因为。第一个，他们被狙杀的宗教领袖还没有入土呢，怎么可能？就是我都还没有入土，丧礼都还没有办，都延后了，我怎么可能在国丧期间的时候去求和？那个时候在伊朗呢不抢，但是如果你把伊朗想得非常怂，那我认为呢，可能跟波斯人过去的国际形象呢也有呢比较大的落差。好，所以呢，我们先不要讲伊朗。第二个，他否认呢，他有用导弹呢去打土耳其。他所有打过的，他都承认，但他说他没有呢发射导弹去打土耳其，所以到底是谁往土耳其方向去发射导弹？是不是要把土耳其呢拖进来，让呢有关于库德族的问题呢，让土耳其呢改变立场？因为一定会去镇压库德族的是土耳其，所以呢这个呢导弹呢，伊朗是否认的。好，我们看现在的所有的情势呢，它有非常多的变数，包括就是说为什么呢？我在听川普讲话的时候，我在想川普有没有可能像当年的李登辉一样，不小心的泄露了国安机密？因为川普说呢，当他们一锅端的时候呢，把原来他属意呢要稳住政局的接班人呢都死了。因为在伊朗，在中东的媒体里面呢，他们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很好奇，就是哈梅内伊呢，明明听到防空警报响了，他为什么不躲警报？虽然呢导弹来了，但防空警报响，他没有动啊。因此呢，大家就认为说呢，哈梅内伊呢知道今天跟他坐在一起开会的这些人里面，内奸在里头。所以呢，干脆反正我86岁了嘛，就一起呢，就一锅端了。那如果川普讲的呢是这回事情的话，那哈梅内伊呢显然呢大概知道这个里面呢必有奸细啊。那因此呢就把呢美国原来在里面的以色列在里面排的卧底的人呢，可能呢都一起处理掉了。伊朗的情势啊，刚刚讲到就是说。现在库德族呢，是不是有可能进来？我在想，美国呢可能是希望在德黑兰会不会成为第2个大马士革？
就是呢，当我们认为呢，现在当时的叙利亚的政府呢，阿塞德政府躲在大马士革还很安稳的时候，突然间呢，一支呢过去美国培养的叛军呢就杀进去了。杀进去之后呢，阿塞德政府就垮了。现在呢，库德族呢几千人的部队有没有可能扮演像是推翻阿塞德的那个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角色？阿塞德我们本来也认为说他应该是 OK 的，躲在大马士革 OK 的，没想到一支叛军进来了之后呢，摧枯拉朽。美国也许在想这件事情。总而言之呢，美国今天川普急着要把这件事情呢赶快处理，因为如果打4个礼拜。后面的4个礼拜，再过呢1个多礼拜、2个礼拜的时间，高市早苗要访美。4个礼拜之后呢，川普要访中。川普访中的日期是不能改的。川普已经一直讲，中国虽然没有呢讲任何话，但是我认为呢，中国呢知道川普在想些什么，因为川普3月31号到4月1号呢是愚人节，他不是为了愚人节来的。他要4月2号离开，因为4月4号呢是清明节，但是4月3号是什么？4月3号是耶稣受难日，4月5号是复活节。4月3号跟4月5号呢是美国保守派的大日子，他要在美国的保守派的大日子之前，4月2号之前呢搞定中美关系，让他可以开始为选举的造势呢开始正式的揭开序幕。所以如果呢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搞定了伊朗，那美国呢接下去川普的 schedule 呢都必须要改。休息一下再回来。